很多重要的古物，我们是在书上或网络上看过千百次，才终于到现场去朝圣的。但今天要讲的这件，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东西，是面对面不小心撞见它的。这种未经污染的初遇经验，反而很难得，会让你事后回味一辈子。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留这个机会，自己去经历这个初遇，那么这集你就先留着，以后再看咯。现在我们继续咯。是在哪里遇到它的呢？是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的 Mexica 主展厅。无论这时候你已经被博物馆前半段精彩跟海量的展件震撼到疲劳了，现在只腰酸腿酸，想拉筋跟坐下，但是在看见它时，你灵魂深处还是会想起一个低沉的共振，让你多看这东西一眼，走近一点，因为它除了巨大之外，实在长得特别奇怪，好像是电玩里的大魔王，只是它怎么会出现在这？而且它给你的感觉，怎么好像不只是吓人而已？它似乎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持续把你吸在这里，还不想走。真的很难看到有比它更奇怪的东西。就算此时你已经走完半个人类学博物馆，映入眼帘没有一件展品是不奇怪的，但眼前这东西让所有其他物件都重新显得单纯和正常。你带着敬畏仰望着它，心想 What the fuck？ 很少有一个东西是你努力用10句话形容完，还觉得自己刚才到底说了什么。而且这种困惑跟着迷并不随着时间退去，反而更多了。你同时也有一点着急，因为还有10个篮球场的展品等着你去走完呢。于是你对自己说，先这样吧，这4周的一切已经太不可解，它只不过就是这神秘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你移动脚步，回头看了它几眼，然后继续上路。事实上，它真的特别重要。它一再出现在中美洲各古族的神话和宇宙观中，值得我们好好的、慢慢的跟它相处。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一起舒服的坐着躺着吧。你看见了什么呢？它有点像人，但该有头的地方形状不太对劲。如果那是头的话，那是蛇的头，而且还是2只蛇的头从侧面扬起面对面，重新形成一个像是正面的蛇的头的样子。而它该有手的地方没有手，像是手的东西也是2只蛇的头，但是是面向前。它的胸部中间是乳沟，没有错，而胸前垂挂着好像是一串项链。这项链上有手、心脏、手、骷髅，全都是最贵重的活人献祭的部位。而项链垂下来的末端，仔细看是2只蛇的头。它的腰部像是系着坚固的腰带，而她的裙子竟然布满了像是蛇的东西。它是什么？它是 Coatlicue， 从前的人们昵称它为 Nuestra querida madre， Nuestra mamita， 我们亲爱的妈妈。Coatlicue 在纳瓦语中就是蛇裙子的意思。当初它被挖掘出来时，人们也是从它的蛇裙子来确认它的身份。就像所有神灵一样，它的形象有多种变化，但这一件雕像是它所有具象化中的极致。
她是大地之母和一切事物的母亲，她是人类和一切生灵，甚至包括日月星辰和众神灵的母亲。她是生育的象征，也是众生的保护者。她是春与花之女神，她也代表大自然本身。墨西哥最美的神山火山也象征着这个女神的化身。她比较日常的形象有包括母蛇、水蛇，她同时是所有人的母亲与祖母，也是 Las Madres， 那些复数的众多的母亲们。虽然她全身充满着骷髅、蛇、尖牙利爪等一切看似恐怖的元素，但也许你竟然会从她身上感受到无边的母爱。也许这竟然是我们见到她时一个很汹涌的感受，只是眼前的画面太过陌生，让我们无法辨认出这个感觉。这个力量让你沉稳下来，想驻足，想被包容，甚至想被吞噬。他的头与手是曾经被砍掉，又重新由蛇的样子长出来的。那是牺牲与重生后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他项链上的贡品证明他是最高等级的神灵。手、心、骷髅协同了两种对立的形象，生与死，也代表了他管辖的领域包括了协同我们的思想、感受还有行动。那些被砍下的手掌向前摊开，象征没有保留的给予生命还有战争。而这些手掌向前，加上女神的整个身体是向前倾的，在正面形成了一个平面，也代表着此刻当下是所有时间的一个切面，而它将永不休止地把过去推送向前，向未来。它的整个形象充满各种矛盾与和谐，一再分裂又融合，扩散与收束。它整体的轮廓有十字架的形状，同时它的重心与核心图案结构是菱形的。它的头与手的分裂是离心扩散与分散，而腰带和项链又把力量收束向心。他的脚底也刻有大地之神，是双手展开的姿势，但手上放的是骷髅。扩散与向心的力量同时作用，有如宇宙的张力与秩序。考古杂志上的学者兼诗人提到，这种图像上的开合与折叠符合现代物理学家 David Bohm 的理论，一种宇宙存在的展开未分化的基质，是原子和次原子组成一种宇宙基质的褶皱。而整个雕像元素中所构成的所有数字和几何图案都有相应的历法与物理上的意义。以上这段我真的只能用想象的，但是懂物理或数学或玄学的朋友应该都更能体会。我相信古人就算不是刻意符合这些科学定律，但那是一种对宇宙的直觉感受，就像鸟能感受地球磁场，或我们的梦境总能呈现出荒谬又精确的模样。也许它要表达的万物之母的概念，正是分量无边无际的大地、宇宙、生命与死亡，还有战争、牺牲与这宇宙各种物理力量的张力与抗衡。你觉得它是什么呢？你感觉到它了吗？ Coatlicue 当初是被高高的放在阿兹提克双塔大神庙前供奉的，而别忘了当初所有的神像都是被鲜艳的彩绘的，可能是在阿兹提克帝国崩毁后，它被头下脚上
脸朝地下的埋起，就在墨西哥城大广场的边上。直到1790年8月13，他在人们挖地施工时被发现。他被挖出来后，被放在市政广场一阵子，后来又放到墨西哥大学的中庭。1804年时，因为实在有太多人偷偷到大学中庭来崇拜他，向他致敬，后来校方和教会就禁止原住民进入，且把女神关在一个用木条钉起的坚固木箱子里。但还是有不少人克服万难来致意，无论是偷跑进来，或是怎么样用别的名义蒙混进来。主教很惊讶于信徒的狂热和虔诚，于是决定把女神重新埋在大学底下。1803年，我们最疯狂可敬的探险家和科学家洪堡德来访墨西哥城，他询问这个雕像在哪，然后听说被埋起来了，于是他请远在蒙特雷的主教来帮忙说话。但好不容易挖出来让洪堡德看完以后，他们又把它埋回去了。1820年，墨西哥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下令挖出 Coatlicue， 但它还是被放在大学黑暗角落的一个木箱子里，直到100多年后，它才被放进人类学博物馆，然后终于被移动到主展馆。我敢大胆地猜测，如果我们逼问所有的墨西哥考古学家一个他们听了应该会很想揍我的问题，没人真的想回答的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发生战争或什么明天过后的天灾，只能拯救全墨西哥的古物中10个，或甚至只能选5个，或甚至只能1个，我相信 Coatlicue 一定还是会得到很多票。它的美和分量来自于它形体本身。为什么宇宙、大地、母亲竟然是长这样，而不是一条直线或圆球？在我们试着靠近它的路上，可以惊艳一整个丰富的宇宙。现在也许你可以用10句话来形容它了。请你找一位从没见过 Coatlicue 的人，请他闭上眼，请他听你形容这些特征，然后在心中试着勾勒出一个形象，然后请他睁开眼。我觉得他可能会哭出来。我开始想做这支影片以后，我回头想找我自己拍的 Coatlicue 的照片，毕竟我目前去过5次人类学博物馆，至少也有个1张吧。而且我每次去都会站在它前面或旁边，比别的地方久一点，像是在休息一样，像是在一种巨大无边的无知跟恐惧中安全的休息一样。但当时我都还不了解它，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太多感觉的时候，我不想知道太多。但好了，现在我翻遍每次去人类学博物馆的照片，包括我第一次来墨西哥，第一次去参观的照片，竟然都没有拍半张 Coatlicue， 这真的让我有点惊讶，可能因为我觉得拍不起来吧。献给所有的母亲，还有我的母亲。